如果你点进这支影片，应该就是想知道这个大涨价之后呀，到底买哪一台 iPad 是最值得买的。但是我想先问你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了，你真的需要一台 iPad 吗？我自己其实是平时很喜欢用这个 iPad 的，看影片划个网页或者有时候跟家人视讯嘛。有时候呢还会就是把它放在这个MacBook 旁边，当成第二个荧幕去用，体验呢其实是很好的。不过说句实话，iPad 对我自己来说它到现在仍然是处在一个类似于锦上添花的状态。比如说手机坏了，那我肯定是一定要换的嘛，马上就得换。电脑不够用呢，我的工作也会直接受到影响。但是 iPad 呢，没有它的话呢，我的生活是不会停摆的。我会用 iPhone 和 MacBook 来取代原本用 iPad 做的那些事。虽然体验可能不是最好的了，但是绝对呢是可以用的。而且 iPad 这个东西它原本就夹在这个手机和电脑的中间嘛。那今年我大概率还是会入手那个 iPhone 的折叠机的，也就是 iPhone Ultra。那折叠的 iPhone 展开之后，基本上就是一台 iPad mini 了，对不对？如果以后 MacBook 真的也可以用手去戳了，就是支援这个触控的操作了，那原本需要用 iPad 做的那些事又有一部分呢就被这个 MacBook 呢给分走了。那刚好就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 ，iPad 又碰上一个大涨价，那你真的还需要花这么多的钱去入手一台 iPad 吗？先讲我的看法吧。如果你的手机和电脑还没有换新机的话，那暂时呢先不要考虑这个 iPad 了，优先考虑换手机和换电脑。但是如果你的手机和电脑都已经刚刚换过了，但是呢就是这个预算太多花不完，而且呢你也不会考虑 iPhone 的折叠机，那么呢买一个 iPad 回来当成玩具或者是一个追剧的神器吧。这个不是说不能买了，但是这种情况呢 iPad 对你来说就不是一个必需品了，它更像是一种奢侈品。但有些人呢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要用那个 Apple Pencil 呢去画图或者签一些文件什么的，或者你就是需要大量的看那个 PDF 然后做笔记，那这些事情呢手机是真的不方便，电脑呢用起来也不会很顺手。还有一种人，比如说我太太吧，她是台北北医大音乐系毕业的嘛，她拿那个 iPad 来看乐谱就特别的方便。还有的朋友呢可能喜欢看一些小说或者是看漫画一类的， iPad 呢可以纸板这样的来看嘛。还有就是一些做业务或者常常跑去见一些客户的朋友，你把这个平板呢就直接给这个你的客户递过去，那两个人可以一起滑一起操作嘛。那这个跟中间打开一台笔电然后中间隔着一个荧幕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那 iPad 对于这些人来说其实呢就属于刚需，属于一个必需品了。那即便 iPad 涨价了，那该买还是得买的。好，假设呢我们现在就必须得入手一台 iPad， 那到底买哪一台是最划算的呢？我们先讲这个 iPad Air M4 吧。我自己其实一直都是 iPad Pro 的用户，最一开始呢是 iPad Pro M2 嘛，后来又换成了 iPad Pro M4。但是今年这个 iPad Air M4 一出来呢，我就抱着一个试试看的心态，想知道说我一个 iPad Pro 的用户，那我换成 Air 之后到底够不够用呢？毕竟荧幕真的有差很多嘛，一个是 OLED， 一个是 LCD， 然后那个刷新率也不一样，还有 Face ID 解锁这些了。于是呢，我就直接把我的这个 Pro 呢给家人用了，逼我自己只能用这个 Air。结果呢，我一用就是4个多月过去了，我甚至有时候都没有意识到我自己已经换成 Air 了。明明差很多，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每天看荧幕的时间其实就那么多。我已经有 iPhone 然后有 Mac 电脑了嘛，那回家看电影打电动我都是用我们家的电视，那留给这个 iPad 的时间真的其实就没剩多少了。我最常用的方式呢就是睡觉前吧，比如说打开一个 YouTube 然后刷刷影片，或者是有时候看看新闻。那这种情况其实不管是 Pro 还是 Air 这个差别就真的很小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去外面办公的时候，我会把这个 iPad 当成 Mac 的第二个荧幕嘛，然后多开几个网页和视窗，这样就不用一直切来切去的了。那在这种情况下 Pro 的 OLED 和120赫兹其实也是完全用不到的，所以这个 Air 对我来说呢真的就够用了。唯一让我觉得很尴尬的就是它的这个起步现在就只有 128GB 的这个存储。那如果换作是 iPad mini 或者是入门款的 iPad 超级轻度使用，我觉得 128GB 放在2026年呢还算是勉强可以用。但是它毕竟是一台 Air 嘛，我是有时候还是想把它当成一个独立装置去用的。比如说我不方便带电脑出门的时候，我就想去咖啡厅坐一下查点资料，那带着这个 MacBook 呢，你就是还得背一个双肩包或者是提一个手提的电脑包嘛。但如果是 iPad 呢，一个男士的单肩包，一台这个11寸的 Air 配上这个键盘刚好就塞得下。
有时候拍完片的时候呢，我还需要就是把我的影片上传到云端给剪辑去做后期嘛。那128GB 呢就要一直删东西，那刚买回来呢就已经感觉不太够用了。那再过个几年，里面的东西装的越来越多的时候呀，只会越来越麻烦。而现在这个 iPad Air 呢，还有一个硬伤，就是它这个价格了。涨价之后750美元呀，就只有128GB 的存储，想要256GB 呢，就要花到850美元了。要知道，即便是涨价后的这个 MacBook Neo， 只要799美元就能买到512GB 的存储了。那如果我真的要是认真的办公的话呢，我还是会考虑入手那个 MacBook Neo 的，不会选这个 iPad Air。那这一点呢，我是很确定的。Neo 是一个完整的 macOS 嘛，而且是一台真正的笔电，用来办公呢肯定会更适合的。iPad 呢，它每个 App 呢都是一个独立的沙盒，你真的要处理一些文件或者是跑一些复杂的表格的话，那这个差距啊，是你装一个键盘根本补不起来的。对了，我们之前说的价格呢是没有包括键盘的价格，你如果再给它配上一个原厂的键盘的话，那这个总的价格呀就要比 MacBook Neo 呀要贵太多了。我之前其实出过一集 iPad Air 和 MacBook Neo 的详细的对比，讲的已经很完整了，链接呢我都放在下面了，这里呢我就不再重新讲了。那看到这边呢，你可能想说，哎，不对呀，彼得森，我就是想找一个追剧神器，或者是带娃神器。你看现在的小孩嘛，你就给他一个 iPad， 世界立马就变安静了。即便是 MacBook Neo 再划算的话，我也不可能塞给他一台笔电啊，不然可能撑不过第一天就直接报废了。那这个呢，我是真的懂了。所以如果你真的就是用得到 iPad 这个最独特的地方呢，那如果觉得这个 iPad Air 又不太划算，基本款的 iPad 或者是 iPad mini 现在是不是值得我们考虑，值得入手呢？这两台如果是128GB 存储的话呢，我反而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这两台啊都有各自的问题了。基本款现在就是那个 A16 晶片的版本嘛，它就只有6GB 的记忆体，是现在所有的 iPad 当中呀唯一一台不支援 Apple Intelligence 的一台，也不能用 Apple Pencil Pro。还有就是呢，它那个反光很严重的非完全贴合的荧幕。用嘛也是能用了，但是这样的配置你现在还要卖到450美元，那这个我就觉得有点就不太划算了。其实如果你不着急的话呢，我建议你稍微等一下，新款的这个呢已经在路上了，传闻呢至少呀会有8GB 的记忆体，那用起来呢应该会更耐用一点。至于那个 iPad mini 呢，其实呀它不是一个更便宜的 iPad， 它完全是一个不同的选择，喜欢的人呢会特别的喜欢。拿在手上追剧或者是打游戏的话呢，你完全不会觉得累。它现在的问题呢，不是记忆体的问题，它记忆体已经有8GB 了，而是说这个新款的也已经在路上了。荧幕的面板呀，我看有爆料说已经在量产了。传闻这次最大的改变呢，就是会换上一个 OLED 的荧幕，那追剧的体验呀就直接拉满了。另外呢，还有人爆料说这次会支援防水。那如果你真的要当成一个带娃神器的话，那防水这个功能呢是绝对有必要的。所以我建议你啊 ，iPad mini 呢你也要等一下。那看到这边呢，我知道有些朋友呀可能又坐不住了。彼得森，你每次都是让我们等一下，然后再等一下，我现在就需要，没办法再等了。那我到底该买哪一台呢？那如果你真的已经想清楚了，确定要买，但是呢又想省钱的话呢，我会建议你吧去看一下 Apple 官方的那个整修品商店。Air 的话呢，优先找一个 M2 或者是 M3 晶片的256GB 的版本 ，Pro 的话呢，你就找那个 M4 晶片的256GB 的版本。那如果你是真的是刚需要 Apple Pencil Pro 画图或者是签字，其实啊 iPad Air 从 M2 开始呢就已经开始支援了，你拿它画图啊、签字啊、做笔记啊，该有的功能是一个都不会少的。iPad Pro 的话呢，从 M4 开始呢就已经是 OLED 的荧幕了嘛，那用来追剧啊，其实和这个 M5 呢是完全没有任何差别的，而且呢还能够省下将近300美元了。虽然记忆体就只有8GB 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的。不然呢，你让我出1200美元去买一个 iPad Pro， 那这笔钱呢我是真的有点花不下去。我还不如就直接等着今年秋天的 iPhone Ultra， 就是那个传闻中的 iPhone 折叠机嘛。那这次传说苹果呀会把这个折痕呐做得非常的浅，几乎是感觉不到存在那么浅。那这点呢，其实我还是蛮期待的。至于 iPad mini 的话，我建议你呢就不要找那个整修品了。我刚才也查了一下，现在架上的呀都是更旧的那些机型了，还是 A15 晶片的，不是那个 A17 Pro 的那一代。那个 A15 晶片的版本呀已经快要退役了，你千万就不要再去买了。
不过美国这边呢，整修品是比较多的，台湾那边呀就没有那么多了。那真要感兴趣的话呢，就多去刷一刷这个苹果的官网，有时候呢就会突然上架一批，真的抢到了，那就是赚到了。所以回到我们影片的标题，我从这个 Pro 换成了 Air， 我到底想通了什么呢？我觉得呀，不是这个 iPad 它不够好，而是你要先想清楚，你自己是属于刚需必需品的那一类，还是属于奢侈品的这一类，对于你来说，那再决定呀，你要不要花这笔钱。那对于我来说呢 ，iPad 其实它不是一个必需品，它更像是一种奢侈品了。那价格合适的时候呢，其实买也就买了。但是现在碰上这个大涨价呀，我可能就会优先把钱花在 iPhone 和 Mac 电脑上，先去把这两个升级，然后呢再回来考虑这个 iPad。那既然说到了涨价嘛，这次的 iPhone 呀，居然就暂时的逃过了这次涨价，仍然还维持在原价在销售。那如果你还在犹豫，现在趁着没涨价入手一个 iPhone 17，还是冒着涨价的这个风险去等那个 iPhone 18 Pro 呢？那你看完这支影片，就看这边的这个影片，你就知道了，直接点这边就可以了，这边。